美國做夢也沒想到，那個被他視為軟柿子的國家打了12年，非但沒能把他夷為平地，還被他在全世界面前當眾打臉。軍事基地受到襲擊，美國大兵遇難身亡。劃過敘利亞夜空的15枚火箭彈，不僅當眾挑釁了美軍權威，還在潛移默化中暗示了美軍的下場。而這已經不是美國的軍事基地第一次受到攻擊了。據統計，光是今年，美國的海外軍事基地前後就遭遇了近40次襲擊，其中絕大多數的襲擊都發生在巴以衝突之後。從黎巴嫩到敘利亞，美軍的軍事基地在巴以衝突爆發之後，似乎成了全球最火的打卡地，幾乎每一個反美武裝都會上門拜訪。從絕無僅有的超級大國到人人可欺負的經驗卡，相比較於幾十年前的無所不能，如今美軍的形象已經在潛移默化間發生了變化，以至於有人說，震驚世界的巴以衝突實際上是美國霸權的轉折點。震驚世界的巴以衝突最大輸家竟然是美國。事實上，這種說法並非是毫無道理。自從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就靠着3輛馬車趴在全世界敲骨吸髓。與此同時，過分依賴金融產業，也讓自己產業空心化變得一發不可收拾。數以萬計的制造業流出，經濟護城河也瀕臨乾涸。以至於俄烏衝突爆發之後，儘管美國全力支持，卻也難以為繼戰場上的消耗。如今中東戰火再起，巴以俄烏2個戰場已經讓美國分身乏術，以至於美國總統拜登原本答應好的給烏克蘭的600億美元援助，卻被眾議院砍了個七七八八。澤連斯基即將面臨無米之炊的地步，前有31萬億國債如履薄冰，後有國外各種衝突此起彼伏，美國的窘迫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依然選擇支持巴以衝突擴大化，自然給了那些試圖反抗美國的人機會。敘利亞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例子。2014年，美國趁着敘利亞內戰的機會，打着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公然出兵敘利亞，結果極端主義越打越多不說，美國還佔據着幾個產油的地區拒不歸還，甚至還建立了軍事基地，準備在敘利亞打持久戰。除此之外，美國還屢屢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發難，近10年的狂轟濫炸也讓美國在敘利亞樹敵無數。長期以往，敘利亞對美軍積怨甚深，此次襲擊或許正是對美軍的報復，而敘利亞的反擊僅僅是中東反擊的冰山一角。從面對美軍的一敗塗地到現如今的互有交手，美國在中東各國的軍事基地頻頻受到襲擊，或許也揭示了美軍的下場。2001年，以美國為首的多國軍隊開始對阿富汗的塔利班進行了史無前例的進攻，可20年過後，塔利班非但沒有被清剿，反而如雨後春筍越來越多，甚至於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軍隊。2021年，美国前任特朗普果斷宣布停止美國在阿富汗的一切行動，全體部隊盡快撤離阿富汗，花費了2萬億美元，80萬美軍前赴後繼的阿富汗戰爭最終以失敗草草收尾。如今阿富汗的劇本似乎又在中東各國重新出現，巴以衝突如火如荼的同時，美國和其支持的以色列已然失去了國際上的道義支持，再加上美國自身的窘迫，早已經不復當年之勇。一無民心，二無支持，或許敘利亞開向美國的第一槍將會成為美國退出敘利亞的前奏，而我們每個人對此都將拭目以待。